景德镇很小嘛，朋友就一个圈，然后最开始跟你觉得哎东西雕塑做的挺好的，慢慢就认识了，然后又相互好感，就在一起了。我叫张小雪，湖北黄石人，1984年出生。毕业之后来到景德镇。我叫王笑，是江西南昌人，1988年出生。我大学就在这边。开始就是在一起做东西。摸盘子之前，吃完早饭就开始了。我的制作基本上都是以盘结条为主，我会随意的盘一个形，再做各种肌理或者变形，就高温烧制之后，在釉上彩绘。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就把他们就归纳为小人，不是说我看到一个鸟或者我看到一个虫，然后我就把它做出来。有想象，还有生活的一些感受，应该是全部融在里面的。这个雕塑它这个心脏的部分有一个门可以打开。熊猫其实是就第一个做了一个4个脚趴着的动物，戴了一个头套，然后头套是一个熊猫，在草坪上面拉屎。眼睛你把它移到屁股上，其实它就有一点像在方便。这个是一组，这个当时就是想做2个大头，其实感觉跟自己的状态有点像。每天你就睁着眼睛，你就看到很多东西，像蜗牛一样，就拖这个脑袋往前走。我有很多画了这种花的底座，景德镇呢很传统的一种图案，它叫红地白梅。这个花瓶其实也是景德镇的一个传统器型，是梅瓶，然后上面有一些黑点，就是瑕疵嘛。我会把那个黑点放大，还让它凸起来，皮里面长一个包的感觉，做的更夸张，就把那个包做成一个怪物，怪物上可能还长了个眼睛。我的东西就是很私人的一种记忆性的表达。在石板上画画用的是毛笔，你想要什么颜色，然后你需要烧制，还要冷却，可能就1-2天就过去了，你的等待期很长，很多小的技法你就往里面添加，就乐趣的点也在这里。有一个观众他指着一个画板，一个小人，一片云，上面下着雨，他问我就是想表现孤独嘛？我说人的情绪不可能那么单一嘛。我们作品的方式是每个人自己独立做自己的东西，吵架不会吵，矛盾是有过。我和他就是那种方向性的东西或者价值观，对小孩的那种教育或者态度啊都非常一致，会有一个这种默契了。困难就是没有时间太少了。在有小孩之前，就是生活可以说是就是被创作就填满了。有小孩了之后，先肯定是以他为第一，就先把他弄舒服了，然后别的时间创作。我们工作室就是遇到洪水特别严重，它淹到了2米，这又不是不能解决。清理了一下之后，我们就继续在家里工作了，你反而有一种冲动，就特别想做东西。也促成了在北京的铃木商店这个展览嘛，这个大象。王笑紧接着12月份也有展览，应该也跟洪水也有关系。现在景德镇就展览也好，或者在市集也好，或者有自己的店也好，给予了很多人一些生存的渠道。因为这个很现实的，就是你在这能卖到钱，然后你就可以留下来，你就可以继续嘛。像我们2个都没有很追求那个器皿的实用性。画一盘子，它其实也是当一幅画在画，当一个雕塑在做。周围的朋友好像都还挺捧场，就还挺喜欢。就是它的包容性好像是更大的。我以前在武汉的时候，我要说我今天去废品站玩了1天，那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。但你在景德镇的话，别人第一反应就是你今天投到了什么。他感兴趣就是小动物呀，它的植物呀。就他的购物车里面都是狗粮、蜥蜴粮和植物。景德镇还周围的朋友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审美爱好，天然的屏蔽掉了很多浮躁的东西，大家都在很沉浸的在自己的一个事情里面，然后又非常有行动力。创作是建立我生活秩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你做这个事情你可以满足，你可以安心，就你没有焦虑，就一直往前做就好。